們現在過日子真的很愛折騰，東西用久了就要換，今天換個新的牌子，明天換點新花樣。明明這些東西用得好好的，可非得要換來換去，最後也沒好到哪兒去。我現在真沒辦法這樣，更沒那個耐心去反覆試新品。我寧願有一套固定的流程，有固定的愛用物品，有固定的生活方式。這聽起來是挺無聊的，但說實話，我就喜歡這種無聊，它能讓我無腦的去做選擇，閉着眼睛能伸手拿的東西，才是真的讓我用着安心。那麼在今天的視頻裡，我來分享生活中裡有哪些事情已經徹底變成了無腦的選擇。對我來說，生活不是沒有選擇，這外面的選擇可太多了，多到讓人眼花繚亂，多到讓你每樣新東西都值得買來試一試。我想讓你明白的是，選擇多不代表每個都要用一遍，產品功效寫得再複雜，不代表用在你的臉上就看到效果。我不可否認外面可能有更好的東西，但在我用着沒有問題的前提下，就沒必要為了那點新鮮感去換一個還沒被我驗證過的產品。首先，在吃的事情上，自從我開始了做飯，光是去想今天吃什麼都是需要思考的事情，更別說有時我去超市看着琳琅滿目的蔬菜、水果和肉類，也是無從下手去選該買哪些回去呢？可儘管如此，我大部分吃的食物都是很固定和重複。偷懶的時候嘛，就做一些能直接放進烤箱裡，烤好了就直接吃的，或者煮一鍋雞湯，再搭配炒個青菜就能吃。但是，唯有在早餐上，我能1周7天可以吃重複的。你要問我早餐吃什麼，閉着眼都能給你說出來的答案是一片吐司加雞蛋加牛油果，再配幾顆莓果。這個搭配對我來說剛剛好，營養也夠，準備的時間也夠短。如果到了哪天真的吃膩了，那我換個別的水果，還可以換成堅果或者是一杯酸奶。我現在不需要早餐擺得有多精緻多頂飽，也不會讓身體在一大早就吃大量的碳水、油炸物或者是甜到發膩的麵包。早餐它一定要夠簡單，吃進去後能讓我感到今天的狀態很穩定，對身體沒有負擔的，這個就是我的早餐選擇。說完了早餐，再來說說每天喝的咖啡和茶。我們現在默認了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來杯咖啡或者是一杯茶，不管是提神醒腦也好，還是消除水腫，我還是會有意識的控制自己不去過多攝入咖啡因，不能讓自己有過度依賴咖啡的習慣。在喝的這件事呢，我同樣給自己設了一個固定選項，在家就是泡咖啡加點豆奶，去咖啡店呢就是點榛子口味的拿鐵，或者是抹茶拿鐵換成豆奶。不是我沒興趣嘗試新品，更多的是不想為了猶豫而浪費掉了3分鐘的時間。很多時候我們要點杯喝的，站在櫃檯前看半天的菜單還是選擇不出來，糾結來糾結去的，好像沒喝過這個，那個聽起來也不錯，這個會不會太甜，那個會不會太苦？你在這越想越急，最後隨便點了一個，也沒有多好喝。過度糾結這種小事情，本質上是在放大這件事的重要性。喝咖啡，你選一個差不多的就行了。與其站在那邊糾結半天，不如早點做完決定，繼續過你的生活。以前我可是會在自己的皮膚上作死，嘗試不同功效的產品。我現在不管是從飲食上還是個人護理上，都不願意再去折騰自己了。每次折騰的嘗試新品，也包含了很多不確定性，這也讓我感到沒有安全感。例如用了新款的面霜，讓皮膚開始出問題了，你會開始反問自己，是最近熬夜了嗎？還是飲食的問題？最後又得停用護膚品，等待皮膚恢復，再重新找替代品。這個過程是真的很折騰，也消耗一個人的心態。因此我現在的護膚流程很固定，早上就是面霜加眼霜，有外出就涂防曬，晚上就是面霜加眼霜再加面油。对我來說，東西用着沒問題就已經是最高的標準了，不擔心踩雷，也不會後悔，因為它們都是通過了時間的驗證。市場上呢有很多新的牌子、新的香味、新的款式、新的包裝等等，但我
基本就不會換來換去，水瓶還是用那一個，唇膏和護手霜也找到了能讓我維持保濕的牌子。這些聽起來都是小東西，不重要，可就是如此簡單的小東西，才能看得出你的生活穩不穩定。還有個，再來分享一下，我每次出行時，連護照、登機牌等其他重要證件也是固定放在包裡的某個位置裡。我已經找到了最順手拿出來的口袋，護照夾就放在包包前面的這個小拉鏈隔層裡，登機牌就放在包的後面，因為有的時候不需要用到護照，只要出示登機牌就好，那我不用把護照拿出來，再把夾在裡面的登機牌給翻出來。像是在機場過安檢、過海關，在酒店前台辦理入住，很多時候呢，我們都處在着急忙慌的狀態裡，或者是遇到時間很緊急，需要快馬加速到目的地，這時候包裡有個固定的位置，讓你能隨時找到重要的證件，是很重要的。這樣的慌張感很多時候都是可以提前避免，這就完全取決於你有沒有將細節安排好，東西有沒有固定的位置去放，有沒有預想過會發生的可能性，東西是不是能隨手就能拿出來，這些細節都可以提前設定好。總不能等到過海關排到你才開始低頭翻包找資料，也不能在酒店前台輪到你辦理入住時才拉開拉鏈找錢包。接下來說到出門前所做的準備，我既不是個時尚的人，也沒那個時間去研究穿搭要怎麼搭配，我只需要它們可以讓我無腦選擇，隨手一拿起來就可以走。這個黑色挎包我用了有3年，在2023年買的，這使用時長聽起來沒那麼久，可它是在我每次出門辦點事、見朋友、旅遊裡唯一的選擇。不是因為我只有這一個包那麼寒酸，我還有其他的包，但它可以說是我用的最順手、最耐用，也跟着我去到了不同國家，是見過世面的包。它可以說是我的最佳旅伴，讓我用得很安心，不會擔心哪天肩帶斷了、被雨淋壞了，或者是被磨損到掉皮。那當然了，如果覺得黑色的包包無聊的話，還可以掛一點小裝飾在旁邊，讓整一個包看起來沒有那麼無聊。當你對一個東西用到膩了，你就可以稍微換一點小巧思，可以讓整個東西看起來有點與眾不同。那說不定你的生活裡一定也有這樣的物品，能讓你很放心，儘管它不起眼，不是最貴，只要有用到的時候，你的第一反應就是它。可以是一双穿了很久的運動鞋，一副能搭配很多场合的墨鏡，一個用了很久的保溫杯，或者你一直在用的通勤包。下面再說到選衣服上，如果問我有哪些衣服是最核心的單品，是我走哪兒都必須要帶着，那絕對是這一件無帽的衛衣。我還有一條連帽的，它們穿起來很舒服，還有一條長到腳踝處的長裙，一條灰色的長褲，還有一條半身裙。當然了，還有其他衣服也是讓我穿着很舒服，只是这幾件是眾多衣服裡能讓我穩定發揮，那簡直是閉眼選擇。我突然能想到一個能幫你快速決定哪些衣服留下來的方法，就是問你自己，如果明天要坐8個小時的長途飛機，你會不會選擇它？我們坐飛機的那天一定是選擇穿得舒服、不勒肚、不緊繃的衣服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你都會想選擇這件衣服，那它可以說是個很合格的單品了。再來說一下健身吧。以前呢，我就會去想，到底要練什麼更有效，要不要換一個計劃，要不要試試新的動作。每次換一套新的訓練動作，我要重新適應發力點、動作標不標準之類的。那我現在的訓練方向呢，很清楚，就是肩背是重點，臀腿是其次。1周5次輪流來訓練。我也想一直穩定維持肌肉，但不是去追求某一種極端的體型。那當我的健身變成了一個固定流程，以及我長時間對自己生活的要求，基本上是一起床洗漱完後就到樓下的健身房。以前靠的是心血來潮，看到別人身材練得好緊緻，看到別人達到了完美的身材，自己那一瞬間就有被刺激到，就想着趕緊多練一練。往往這種動力啊，來得快，走得也快，很難長時間維持。我們一旦把一件事情固定下來後，中間許多的猶豫和借口都會消失了。你不會問自己要不要去做這件事，只會變成和吃飯睡覺一樣，到點了就自動去觸發做這件事情。
我的作息現在也很固定，都是10點半之前要躺在床上，早上7點鐘起床。當然有的時候也會早一點起，或者是凌晨失眠。可總的來說，我的生活呢都是一個很固定的流程。那你們可能會說，固定的流程會不會顯得生活太無聊，顯得我這個人很無趣？但是對於我來說，當我的生活有一個固定的流程，有固定的一個系統之後，我的生活會變得更加的高效，也更加的自律。那對於使用物品上也是這樣的，當我固定使用這件東西之後，我就不會去想那邊會不會有更好的包裝，有沒有更好的東西，我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。一旦這個東西讓我感到舒服，用習慣了之後，我是再也不想換了。好了，這個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內容。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看法，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。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期視頻，不要忘記關注和點讚，是對我頻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對小陳本人最大的鼓勵。那我們下周視頻再見，拜拜。